列车爬升的过程真的很美，我决定让大家好好享受。在葛内特拉观景台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眺望马特洪峰那高耸的山体。哇！接着隔天一早，我们搭乘大巴来到 Tesch 车站前往策马特。因策马特是瑞士无燃油车城之一，只能使用电动车，所以搭乘高纳格拉特铁路的火车进城也很方便，车程也仅需12分钟。一出站就看到这个看板，原来我们的台铁在2016年时与瑞士铁路公司缔结姐妹铁道。从策马特车站到饭店很近，内部装潢充满设计感。这边简单开箱一下我们这次入住2日的房间。厕所有简单的干湿分离，但只遮一半在浴缸上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，觉得很有趣。床上的枕头刻意放成马特洪峰的造型。房间内部的装潢大多都是木质的温馨感。这边还是有简单的梳妆台和桌椅，还有摆上的水果可以享用。从阳台走出去，还能惊喜的看到马特洪峰的侧面，但麦当劳看得比较清楚。当天的晚餐也在饭店享用，很美味。这家饭店还有卖这个工艺的小相布哦，好可惜没买，害我回台湾很想念它。当天抵达策马特，我们先悠哉的逛逛这个小镇。整个策马特并不大，但却处处都充满惊喜。土拨鼠饮水泉好可爱，摸摸也许会有好运降临哦。山羊雕像在马特洪峰博物馆前，里面主要纪念1865年第一批登上马特洪峰的登山者们。原来策马特在日本也有姐妹市啊。中间有看到17世纪的建筑蘑菇屋，主要是避免老鼠盐的住着爬进屋内。这建筑的存在也间接记录着过去欧洲防范黑死病的历史。哦，对了，镇上有许多纪念品店，我在里面意外找到这一整组的纪念饮酒杯。如果你也是杯子控，偶尔喜欢饮酒小酌，你真的可以买一组回台哦。每次喝都会想起在策马特的美好回忆。哇哦！这座桥梁是每个人到策马特来都会驻足的位置。这个角度拍摄出去的马特洪峰特别漂亮。隔天一早，我们有在这边的黄金日出，可惜没等到，没关系，代表我以后还要再来一次。休息了1个晚上，隔天一早，我们接着搭乘欧洲最高的开放式齿轨铁路，目标是抵达终点站海拔3130公尺的葛内特拉观景台。随着列车缓缓爬升，整个策马特小镇在眼下一览无遗。白雪堆积在铁道两旁，就好像只隔着一个玻璃窗的距离。随着铁道爬升，我们离马特洪峰也越来越近，它变得越来越大。整个列车爬升的过程真的很美，我决定让大家好好享受。整个山体都是广阔又自然的滑雪胜地。不时可以看到大人和小孩正在雪白国度中享受滑雪乐趣。哇，马特洪峰就在眼前，好近哦！马特洪峰虽然不是瑞士的最高峰，但是具有高度辨识的三角锥形状，成了瑞士的象征符号。在葛内特拉观景台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眺望马特洪峰那高耸的山体，放眼望去都是超过4000公尺的高峰，相当震撼。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大型冰河，还可以观察冰河活动的痕迹。
山上的天气变化莫测，马上天气就变得很严峻。不一会的时间，马特洪峰就不见了。不过来都来了，当然要玩一下雪呀！马上现世报，想要砸老公，结果还自己滑倒。哎呦我的妈！雪真的太大了，所以我们就进去参观一下。没想到还有点东西可以看。走进去就看到这2个巧克力，是世界最大的巧克力马特洪峰。中间我们还意外体验了一下3D 滑翔翼到马特洪峰附近。突然下起了大雪，于是中间还躲进了这个小教堂，享受了难得的静心时刻。团体的自由时间，我和先生2个体验了人生最初的雪橇惊魂记。准备！不要看那个很像是缓坡，那个速度之快，真的我也翻车出去好几次。结束了人生初次的雪橇惊魂记，真的让我心慌很久。雪橇的行程是没有在旅游行程里面的，纯粹是我们自由时间去玩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想玩的话，真的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大列车下来这一段也很美，让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。当天晚上的自由时间，我吃到了人生中最好吃的玛格丽特披萨。当然，来到策马特还要吃黑面羊。当晚，我们用残存的体力迎接了一个挑战。导游说带我们去一个景点，结果超累的。要上到这里，要先爬约10分钟的陡坡。爬的时候不知道有那么累，中间真的很想放弃，但爬上来之后一切都很值得。建议约日落前半小时来，就能亲眼记录这日夜交替的美景。有趣的是，当晚回到饭店，枕头上多了一条巧克力，好惊喜！结束了前一晚的雪橇惊魂，隔天就是本次旅行另一个重头戏，搭乘全世界最慢的快车，时速不到40公里的冰河列车。若是要搭完全程，需要8个小时，途中会经过陡峭山壁、高架铁轨、峡谷和高山隘口。而我们这次搭乘的路线是从策马特到安德马特。
一上车，团员们先跑去买这个冰河列车的纪念倾斜杯，真的要先买，因为很快就会被抢光。而它的特殊设计可以让它在阿尔卑斯山群行进间不会让饮料洒出来。每个位置都配有列车介绍小册及耳机，和黄金列车一样有多国导览，还有专属的轻音乐频道。最多人推荐坐南面的位置，北面会比较多岩壁阻挡视野。但不论哪一边，冰河列车的车顶和车窗大片的透明窗户设计，都可以让乘客饱览瑞士迷人的白色雪国风景。我真的很喜欢瑞士的河流。冰雪融化后，那雪白透出绿青色的景色。前段还有很多绿意，慢慢的开始下雪，进入雪白的国度。中间我离开了座位，到车厢连接处拍摄，就像来到无人的冰雪奇缘国度，寻找艾莎公主。这边还意外录到了雪崩的声音。冰河列车搭一次不容易，这边就安静的让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沿途的美景。下了冰河列车，继续搭乘大巴前往卢森。因为在冰河列车没有订餐，所以第一餐就是卢森附近的米其林1星餐厅。哦，对了，顺带一提，这次影片所提及的所有饭店和餐厅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影片下方资讯栏看哦。这家餐厅的位置景观特别好，眼前就是一处湖畔。结束了高档的午餐，随后进到了市区参观第一个景点。这个狮子纪念碑是为了纪念一支为法国皇室服务的瑞士雇佣兵团，在1792年法国大革命期间，有760名瑞士士兵在保护路易16的图伊勒理宫战斗中全数战死。石碑呈现着一只倒卧的狮子，它的胸口插着一把矛，眼神悲伤而忠诚，表现出这些士兵面对死亡时的无畏与坚持。石碑上更用拉丁文刻着向瑞士人的忠贞与勇敢致敬。马克·吐温更称这座石像是世界上最令人悲伤和感动的石像。抵达卢森入住的饭店有点特别，我好像意外住到了某个知名乐团也曾入住过的房间。其实房间整体并没有很大，但让人意外的是阳台的景色。当天抵达饭店没多久，下午的行程是卢森湖游船。虽然天气没有很好，但是我们还是照行程走。
卢森湖又称四森林八湖，是瑞士境内第5大湖泊。坐在游船上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岸的卢森城镇，中间还拍到了对岸的耶稣像。其实游船也是挺贴心的，它有中文的导览。那当时我记得他好像说这个好像是一个伯爵的家。那整个卢森湖呢，它夹在阿尔卑斯山群的群峰之间，所以它整个湖泊的形状是非常不规则的。在中间也看到非常多的游艇聚集在岸边。我们停留在卢森的时间特别短，但可以从街道的一些装饰看到它是充满文艺复兴风情的小镇。卢森好像真的很常下雨。那画面中这座卡贝尔桥呢，它建于1300年，是欧洲最古老的木质曲桥。可惜当天真的天候不佳，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这座桥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价值。这集就先在阴雨蒙蒙的卢森结束咯，下一集就是德瑞系列旅游的最终集。如果你喜欢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新天鹅堡见咯。